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为了一句无心的评价，辗转反侧，在脑海里把对方凌迟了100遍；为了一次无谓的争吵，气血上涌，接下来一整天都像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；为了一个与你无关的社会新闻，义愤填膺，在网上与人对线300回合，最后发现除了浪费时间，什么也没改变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几百年前就投来一瞥冷峻的目光，他说，人类对小事的过分敏感和对大事的麻木不仁是一种奇怪的颠倒。这句话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切开了现代人生活的脓疮。我们活在一个精力颗粒度极高的时代。什么是精力颗粒度？就是你关注事情的精细程度。颗粒度越高，你耗神的事就越细碎，越微不足道；颗粒度越低，你聚焦的事就越宏大，越关乎根本。而多数人的悲剧在于，他们用微米级的颗粒度去审视日常的鸡毛蒜皮，却用千米级的颗粒度去眺望自己的人生。这种颠倒正在无声无息地拖垮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老陈，今年42，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做个中层，有房有车，儿子上初中，在外人看来是标准的中产阶级，人生赢家。但只有在深夜的酒桌上，他才肯卸下那身疲惫的铠甲。老陈活得像一个传感器，一个精度过高的传感器。他的世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触发点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在他的内心引爆一场海啸。上周，他因为一个停车位跟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吵了半小时。起因是小伙子抢了他的位，还摇下车窗骂了句脏话。老陈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，堵在对方车前，从道德素质吵到家庭教育，引来一圈人围观。最后警察来了，各打50大板，不了了之。但对老陈来说，这是没完。接下来的3天，那个小伙子轻蔑的眼神，那句刺耳的脏话，像苍蝇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开会时走神，吃饭时叹气，老婆跟他说话，他也不搭理，满脑子都在复盘那场争吵。我当时要是这么说，就能把他噎死。这小子什么家教，社会渣子。他甚至动了心思，想去调小区的监控，把那小子的车牌号记下来，伺机报复。你看，一个停车位，一件5分钟就能解决的破事，像一滴墨水，染黑了他整整3天的生活。这3天里，他本可以用来思考一个重要的项目方案，可以陪儿子打一场球，可以和妻子看一部电影，但他没有。他所有的心力都被耗在了这场与一个陌生人的精神战争里。这只是他生活的一个切片。公司里，新来的实习生在项目群里艾特他，请教一个问题后，忘了说谢谢。老陈的内心戏就开始了。这孩子不懂规矩，看不起我，还是觉得我理所应当为他服务。他会默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在下一次工作安排中，不自觉地给这个实习生穿小鞋。家族群里，某个远房亲戚转发了一篇养生谣言，他立刻化身辟谣斗士，引经据典，从现代医学讲到食品安全，非要跟对方辩个是非对错。结果呢，亲戚觉得他小题大做，不给长辈面子，他自己也气得够呛，觉得一帮愚民不可救药。老陈就是高精力颗粒度患者的缩影，他的能量没有用在构建，而全部用在了对抗上。对抗一个无理的司机，对抗一个不懂事的下属，对抗一个观念陈腐的亲戚。这种生活方式，心理学上称之为过度敏感或低情绪阈值。其根源
往往是对自我的极度不自信，需要通过外界的正确和顺从来不断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和价值感。当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一根坚实的定海神针时，他就会把无数根细小的绣花针插在周围的环境里，任何一根针的晃动都会让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崩塌了。这种高颗粒度的敏感带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对真正重要事情的麻木。就在老陈为那个停车位耿耿于怀的同一个星期，发生了3件他没注意的事。第一季麻醉剂，对成长的麻木。公司宣布要引进一套新的协同办公系统，鼓励员工提前自学。这套系统将是未来项目管理的核心，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和晋升可能。人力资源部把教程链接发在了群里，老陈点开看了一眼，全是英文界面，觉得太麻烦，随手就关了。他心里想的是，等非用不可的时候再说吧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他宁愿花3天时间去琢磨如何报复一个陌生人，也不愿花3个小时去学习一个关乎他职业未来的新技能。这就是典型的成长麻木。很多人一边抱怨工作没前途，一边把业余时间全部献给短视频和游戏，一边焦虑被新人替代，一边拒绝学习任何新知识。他们的人生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老布，在监狱里待了50年，已经习惯了被安排、被投喂，一旦走出熟悉的环境，就彻底丧失了生存能力。而真正的高手都像安迪，即便身处绝境，也从未停止过对未来的谋划和对自我的打磨。他们知道，人生这场牌局，最关键的不是你抓到什么牌，而是你有没有持续学习让自己值钱的觉悟。对成长麻木，就是主动放弃了自己上桌的资格。第2剂麻醉剂，对资产的麻木。老陈的妻子跟他提过好几次，家里的存款快见底了，儿子的教育金、父母的养老金都还没着落，是不是该做个理财规划，或者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？老陈每次的反应都是不耐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这不想着搞项目多赚钱吗？你别催了。他嘴上说着搞项目，但精力却耗在鸡毛蒜皮上。他觉得存钱理财是小事，是娘们儿该操心的，大男人应该干大事。结果呢，他每个月花在请客吃饭、买最新款电子产品上的钱，远超他为家庭未来的储蓄。他追求的是一种表面的、及时的体面，而对家庭财务这个里子的脆弱视而不见。这像极了主持人窦文涛的早年经历。他曾坦言，自己年轻时挣得不少，但花钱如流水，是典型的月光族，觉得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直到母亲突发重病 ，ICU 一天就是1万多，他看着空空如也的银行卡，才第一次尝到没钱的锥心之痛，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四处求人借钱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钱在平时只是个数字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它就是尊严，是底气，是你能否把亲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唯一筹码。对资产麻木，就是亲手拆掉了自己人生的安全网。第3剂麻醉剂，对健康的麻木。老陈的体检报告出来好几年了，重度脂肪肝、高血压、高尿酸。医生反复叮嘱他要戒酒、多运动、清淡饮食，他每次都满口答应，但饭局一个接一个，酒杯一次次端起。他觉得男人在外面混，哪能不喝酒？我这身体好着呢，没事。他能敏锐地感觉到别人语气里一丝一毫的不敬，却对自己日渐隆起的肚腩、越来越差的睡眠、爬几层楼就喘的身体毫无知觉。他就像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的前半生，
那位曾经以每天只睡4-5个小时为荣的工作狂，用命换来了事业的平步青云，直到一张淋巴癌的诊断书，才把他从云端拽回现实。李开复后来在书中反思，我忽略了身体的声音，直到他用一场癌症来对我大声咆哮：健康是你所有人生理想前面的那个一，没有了这个一，后面有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。对健康麻木，就是默许自己的人生大厦建立在流沙之上。成长、资产、健康，这3件人生中真正的大事，老陈全部选择了麻木。他的全部精力都被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吸干了。他的人生就像一艘船底漏了3个大洞的船，他却在甲板上为了一只海鸥的粪便掉在哪里而暴跳如雷。老陈的觉醒来得既突然又惨烈。导火索就是他一直看不上的那套新协同系统，公司的一个核心项目，因为他操作不熟练，延误了一个关键节点的数据提报，导致整个团队的进度被拖累。项目总监在会上没有点名，但话里话外全是敲打。更致命的是，那个他曾经穿小鞋的实习生，因为提前把系统玩得滚瓜烂熟，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数据模型，被总监当众表扬。会议室里，老陈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他背上。那一刻，他体会到的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恐惧。他恐惧的不是一次工作失误，而是他清晰地看到自己正在被时代、被规则、被一个20岁的年轻人无情地抛弃。他过去赖以为生的经验、资历、人脉，在那套冰冷的、只认效率的系统面前一文不值。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去应酬，一个人在车里坐了2个小时。他没有想那个实习生是不是在报复他，也没有想总监是不是在针对他。他第一次把精力颗粒度调到了最低，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。他看到自己就像一个守着一堆生锈铁器的老兵，还在炫耀过去的战功，而敌人已经开着坦克兵临城下。他看到自己的财务状况就像一件看似光鲜，内里却爬满虱子的袍子，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雨打。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台常年超负荷运转却从未保养的机器，随时可能爆缸。而他过去几年耗费了无数心血去计较、去争吵、去憎恨的那些人、那些事，在此刻看来渺小的像一粒尘埃。我到底在忙些什么？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混沌的半生。从那天起，老陈变了，他开始戒掉敏感。那个曾经抢他车位的小伙子，他在见到时，对方甚至有点挑衅地看了他一眼。老陈只是平静地调转车头，另找车位。同事问他怎么不生气，他笑了笑说：我的时间比他的车位贵。他开始把精力聚焦于那3件大事。他报了个线上课程，每天下班雷打不动学习1个小时。一开始很痛苦，但2个月后，他成了全公司最懂那套新系统的人之一。他强制自己每月拿出收入的30%做定投，削减了所有不必要的饭局和消费。朋友们笑他越活越抠，他只说：我在为未来的自由支付今天的定金。他办了张健身卡，每周去3次，从一开始的跑步3分钟都喘，到后来能轻松完成5公里。他发现，当身体变得轻盈，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消散。周围的人都觉得老陈变了，变得迟钝了，无趣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点就着，爱憎分明。但只有老陈自己知道，他不是变迟钝了，
儿时便清醒了，他终于学会了把最宝贵的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情。他的人生从一场消耗战变成了一场滚雪球式的价值积累。老陈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我们之所以活得累，不是因为生活太艰难，而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我投射到了太多的小事上。活出低颗粒度的人生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一种自律。这意味着：一、守住你的注意力边界，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资产，不要轻易让外界的噪音越界。学会对无关的评价、无谓的争论、无聊的八卦启动一键屏蔽模式。你要像一个吝啬的国王守护自己的金库一样，守护你的注意力。记住，凡是不能让你成长、不能让你增值、不能让你愉悦的事情，都不值得你投入超过1分钟的关注。二、建立你的人生基石，明确你人生最重要的3到5件事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无非就是星好健康的身体、持续成长的能力、稳健增值的资产、和谐的家庭关系。星好，把你90%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些基石的建设上。每天问自己，今天我为我的健康做了什么？为我的能力提升做了什么？为我的财务状况做了什么？3、拥抱钝感力。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，并非迟钝，而是一种对负面信息的过滤能力。它是一种内在的稳定，让你不因小事而动摇，不因他人的言语而内耗。就像尼采说的，无需时刻保持敏感，迟钝有时即为美德。在小事上糊涂一点，你才能在大事上精明起来。周国平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一个人把心力全用来对抗他人，计较小事，就没有力气去在乎重要的事情。别再做那个在甲板上为海鸥粪便而咆哮的船长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低下头，去检查你船底的漏洞。